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在上几期的节目呢里面，我们陆续的介绍过，越来越多的这个游戏的一些构思，游戏的一些制作技巧。今天呢，我们想来看一下如何在我们这个游戏的每一个关卡里面制图。这里面我们看看怎么样来提高我们这个游戏的可观性。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讲5个技巧。当我们这个5个技巧呢，如果会灵活运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 map 呢会做得更漂亮一些，也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玩家。让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这个游戏的 demo。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游戏的玩家呢，他是在这个整个这个 map 里面走来走去。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准确的一个碰撞的机制在这里面，而且呢，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这个效果，像现在它可以穿越一个这个城楼，在这里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墓碑，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碰撞呢是非常准确的。再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呈现在树的后面，是吧？这时候有一个碰撞，跟墓碑有一个碰撞。最后呢，我们就到下面来，我们可以跟这个箱子有碰撞。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完这个地图以后，游戏效果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喜欢。第一个技巧就是翻转图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ile set，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建筑物呢，它面向右边，但是呢，在这个 tile set 这里面我们没有面向左边的图片。这样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选中这个建筑物，然后到我们这 map 上把它先放进来。如果我们想来做一个面向左的，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按住 X， 这样的话呢，它呢方向就会变。如果呢我们还想让它来上下翻转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按一下 Y 就可以了。看，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个图片已经呈现在游戏上面了。第二个技巧就是通过图层的 offset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排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刚才这 demo 里面是怎样运用这个技巧的。我们先选中这个图层，在这里面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画了这个4个瓶子。这个4个瓶子呢，在它起初的时候呢，它的位置呢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它呢没有靠墙，但是如果是我想把它再挪到上面一个位置的时候呢，这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感觉像是粘贴在这个墙上面。所以说呢，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它的位置呢就挪到上面太多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用这个 offset 来帮助我们更好、更准确的定位。在这里面，我们给它一个-20，这时候我们看到它呢就会在墙角下站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记住，如果想要更准确的控制这个图片的位置的时候，如果 default 也就是默认的这个工具呢，它的位置没有排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 horizontal 也就是横向跟 vertical offset 纵向这个位置呢，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控制它们的位置。第3个技巧就是看一下我们怎样给这个地图呢增加一个层次感。我们可以看上面呢跟下面这2个视频，上边的这个玩家呢可以在树叶上面呈现，下面呢这个视频呢
这个玩家会在树叶下面，这样的话呢，它的感觉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更真实一些。让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达到这个效果。当我们用 Bonfire 这个 framework 的时候，如果有些图片呢，我们想让它呈现在游戏的最上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选中它们，然后呢，在这个 type 这里面给它一个 above 这个值，这样当游戏运行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玩家走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在这个图片的下面，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给游戏加层次的这个效果。第4个技巧就是，当我们在制作游戏地图的时候，不要忘记只用这个静态的图片，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动画的图片。让我们来看一下怎样加这个动画的图片。首先选中我们想做动画的这个 tile set， 然后呢再点击这个 edit 这个 button， 这时候我们进来以后呢，就会看到这个照相机图案的这个图标呢，当我们点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动画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 frame duration， 就是200毫秒，它的意思说呢，它这个图片呢每200毫秒的时候会变一次。我们先选中这个图标，双击加入第1个图标，第2个图标再双击，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 preview 的这个 window， 就可以看到这水来动来动去。我们再加第3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动画加完了。加完以后呢，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拖到我们这个地图上，可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view 里面 show tile animation， 这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动画呢就被加到我们这个地图里面了。最后一个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当我们来做这种 RPG 或者是 platformer 游戏的时候呢，我们的视觉角度呢是45度。在45度角度的游戏里面，我们一般来做碰撞处理的时候呢，只需要给这个玩家的下半身或者是1/4高度这个地方做一个碰撞处理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上下这2个视频，上面的这个玩家呢，他是全身做了碰撞处理，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头呢永远最多只能碰到这个墙角。下面的这个玩家呢，我们做了1/2的碰撞处理，这时候你可以看他的下半身呢也可以碰到这个墙角。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做45度视角游戏的时候，不需要给玩家做全部的碰撞处理。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把这个碰撞处理呢这些 debug 的选项打开以后，这个整体视觉上面的这个碰撞处理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面，透明浅绿色的就是我们定义的碰撞区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玩家呢，他只有一半身体是被绿色遮盖，这样也就是说他的碰撞处理只是他身体的一半。好，再给大家一个 bonus 的一个技巧，就是怎么样给这个游戏呢整体变一个颜色。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白天的效果变成了黑夜。同一张地图，这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 Hello Kitty 这个主题。还是同样的一个地图，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游在沙漠里的感觉。当我们用 Bonfire 这个 framework 的时候呢，给游戏整体变个颜色其实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在这个 Bonfire Tiled Widget 里面呢来更改 Color Filter 就可以了。这个 Color Filter 呢是通过 Game Color Filter 来控制的。在这里面我们有2个属性，一个是 Color， 一个是 Blend Mode。Color 呢，当然就顾名思义就是颜色。这个 Blend Mode 呢就是
它渲染的模式。它这个渲染模式有好多种，在我们最后这个像沙漠的这种感觉的这个演示里面，我们用的是 Color Burn。当然了，你还可以换成其他的不同种的渲染模式和不同颜色，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来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及订阅。我会把这个视频相关的源代码放在视频简介里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server 上询问。谢谢，我们下期再见。